此时地区的擂台上只剩了30名参赛者，格斗依然十分激烈。对战雷贝卡的是迪亚斯海战的战犯砍头者苏莱曼。此时雷贝卡已经精疲力尽，主持人不断的煽风点火，想要从地区比赛出头。首先第一个障碍就是雷贝卡的脑袋，谁能砍下雷贝卡的脑袋，谁就可以出现角逐烧烧果实。观众一阵暴虐的喝彩声，都在为苏莱曼加油助威。苏莱曼与雷贝卡过了几招，突然冲上前打飞了雷贝卡的剑，不给雷贝卡任何缓冲机会，一刀劈了下去，鲜血飞溅。但雷贝卡毫发无损，是另一个女性剑斗士头盔姐冲过来替雷贝卡挡下了这一击。苏莱曼愣了一下，随后无情的对着头盔姐一顿猛砍，将头盔姐砍倒。雷贝卡扑在头盔姐身上，头盔姐艰难地说道：“你一定要进入决赛。”雷贝卡斗志燃起，擦了擦眼泪，然后操起长剑。苏莱曼冷哼一声，提刀冲过来。就在二人准备殊死搏杀的时候，一个小个子身影撞在了苏莱曼身上。苏莱曼回头一看，居然是卡文迪许。这个俊美的男子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身上没有受一点伤害，却晃晃悠悠的，好像喝醉酒一样。突然，卡文迪许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其他的剑斗士看到有机会，围过来准备斩杀睡着的卡文迪许。卡文迪许突然露出一张恶魔脸，一阵飓风过后，在场所有的选手在眨眼间全部被斩杀倒地。疾风向雷贝卡冲过去，雷贝卡凭着直觉举剑挡了一下，格挡住了卡文迪许这一剑，避开了要害。卡文迪许瞬移到雷贝卡的身后，然后重新躺在地上熟睡过去。一切发生的太快，所有的观众包括主持人在内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就在眨眼间，在场30多名选手只剩下雷贝卡一个人还站在原地。这个奇怪的现象被称为隆美尔的连风，是曾经在隆美尔王国发生的奇怪事件。每当夜幕降临，就会发生风将人斩杀的奇怪事件，就算海军在，也会成为风的牺牲品。唯一被外界所知晓的情报就是，那个风的真面目是一个自称是哈库巴的男子，但是没人能将他逮捕。后来，哈库巴离开了隆美尔，在各个城镇兴风作浪。后来人们发现，只要有哈库巴在的地方，某个海贼必然会在现场，他就是卡文迪许。由此，海军推测哈库巴是卡文迪许的另一个人格，是卡文迪许睡着后由于梦游症觉醒的里人格。也正是由于哈库巴犯下了许多罪行，卡文迪许才被迫逃向大海做了海贼。卡文迪许本来就是一个剑术天才，哈库巴人格让他如虎添翼，强上加强。卡文迪许虽然是无意识的杀人，但是他对此却乐在其中，丝毫不抗拒。目前在竞技场的擂台上，除了雷贝卡之外，所有人都倒下了，包括睡着的卡文迪许。很明显，雷贝卡应该获得胜利，但是观众们嘘声一片，所有人都认为雷贝卡一定是通过作弊的卑鄙手段干掉了其他的选手，要求对雷贝卡进行严检搜身。主持人沉默了一下，缓缓说道：“没那个必要了。大赛一直以来对雷贝卡的检查比规定的还要严格很多。雷贝卡的装备应该是参赛者中最弱的。斗牛竞技场，胜者就是正义，藐视胜利就是对大赛的不尊重，所以只能宣布雷贝卡的获胜。”后场的观战处，巴托对雷贝卡的获胜抱有怀疑，他居然没有砍一剑就获胜了，也太幸运了吧。站在巴托身边的萨博则平静地说道：“这种作战方式并非第一次出现，但是雷贝卡是唯一看穿了哈库巴剑路的人，所以他的胜利并非只靠运气。”萨博说完，转过身向休息室走去。无论对手有什么难言之隐，自己绝对不会让出烧烧果实。与那些不幸者相比，烧烧果实对自己来说意义更大。地区比赛结束，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决赛。主持人宣布，由于某种原因，4名坦吉克的家族的竞技场长城将军无法出赛。不过，竞技场的英雄迪亚曼蒂将会参加最后的决赛，给观众们带来一场激烈异常的视觉盛宴。雷贝卡在后台看到了露西和巴托，高兴的上前打招呼，却发现露西不同寻常的冷漠。雷贝卡一愣，随即意识到这个人不是露西。巴托跑过来指着雷贝卡凶道：“你不要跟这位大人说话。”萨博推开巴托，拍了拍雷贝卡的肩膀：“我对你的身世很了解，过一会儿可能会发生一些骚乱，不过不会对你不利的。”萨博不再理会一脸茫然的雷贝卡，径直向前走去。走到有阳光照射的地方，萨博突然站住脚跟，看着外面的繁荣和晴空。这个国家跟小时候生活的戈亚王国好像啊，外表光鲜亮丽，阴暗处却一片腐臭。短暂的休息之后，决赛终于开始了。选手们在观众一片欢呼声中陆续入场。首先入场的是由萨博假扮的露西，紧随其后的是脑残粉巴托洛米奥。露西走到擂台中间，举起右拳，在阳光下，她的背影如同镶着钻石一般闪亮。看着吧，艾斯！路飞3人在路上跑着跑着，结果只剩下路飞和警卫们2人，索隆又不知所踪了。警卫们提出来去寻找一番，路飞无奈地说道：“找到索隆的时候，估计太阳都下山了，我们还是先走吧。”索隆横冲直撞，跑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引起了一些骚乱后被警察狂追，结果又误打误撞的与路飞和警卫们会合。
索隆身上的蓝色妖精探出头来，指挥3人向王宫进发。作战已经开始了，时间十分紧迫。德雷斯罗萨的地下非法交易所，雷兵离开后，雷欧将指挥权交给乌索普。因为对乌索普盲目的崇拜，所有人都相信乌索普可以胜似大人，带领他们完成作战计划。乌索普惊得鼻涕都要流出来了。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雷欧摊开地图，说明了一下己方的位置。在距离己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海葵形状的建筑物，那里就是干部塔。他们的目标砂糖就藏在干部塔中。这时有守卫循声找了过来，意外地发现了乌索普和罗宾。小人族们利用身形优势躲过了守卫。在乌索普被吓得快尿的时候，雷欧指挥大家进行偷袭作战，缴获了守卫的武器，扒光了守卫的衣服，然后将守卫砸进地里。乌索普愣住了，没想到小人族的力气这么大，如此看来，这次作战说不定可以成功的。雷欧率领大部队向干部塔直冲过去，玩具之家被入侵，大批的工厂守卫涌入电梯，向上层的玩具之家赶去。电梯中，玩具士兵雷兵带着一小队的小人族潜伏在电梯中，他的目标是王宫，如果跟着守卫的话，无法到达那里。于是他的脑中出现一个大胆的想法，干掉守卫，占领电梯。雷兵从藏身的箱子里蹦出来，身材矮小，但是格斗技巧并没有减弱，3下5除2将守卫们干倒。我想要一个能让我的孩子幸福生活的和平国度，把德雷斯罗萨还给利库王。玩具之家门前，弗兰奇与奶嘴哥展开1对1单挑。奶嘴哥水水果实的能力让他能够轻松潜入地下，避开弗兰奇的物理攻击。旁边围观的女人们对着弗兰奇的钢铁之躯一顿嘲讽。奶嘴哥突然站出来，冷漠地说：“住嘴！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女人，不配嘲笑男人说的生存之道。就好比我的奶嘴和肚兜，并不是为了让你们说3道4而存在的。”奶嘴哥看着弗兰奇，我们都是男人，我能理解你的生存之道，但同时我们也是敌人，所以另当别论了。弗兰奇与奶嘴哥一阵激战，奶嘴哥就够难对付的了。这时又来了另一个增援，一个庞大的黑影从空中跳下来，一招肚皮压顶砸向弗兰奇。弗兰奇跳到一边躲开攻击，守卫们随后包围上来。弗兰奇发动肩膀的火箭弹打翻了守卫，因为火箭弹瞄准奶嘴哥飞过去。奶嘴哥淡定的用鞋刷刷牙，手下们大声提醒奶嘴哥逃命，奶嘴哥根本不予理会。一声巨响爆炸后，奶嘴哥正面承受了攻击，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手下们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能力逃走呢？奶嘴哥爬起身，捡起奶嘴塞进嘴里，又潇洒又杀敌的说道：“可别搞错了，我的果实能力不是用来逃命的，而是在我想用的时候才会用。”然而真实情况是，奶嘴哥根本没想躲开弗兰奇的火箭弹，他已经做好了正面硬刚的准备，因为在他的身后躺着另一名同伴，同为迪亚曼蒂军团的大胡子大叔。刚刚的肚皮压顶就是大胡子大叔的招式，被弗兰奇躲开后，大叔直接摔在地上，此时已经受伤不起了。弗兰奇啧啧称赞：“这家伙真是太爷们了。”大胡子大叔艰难爬起来，又是一次肚皮压顶。弗兰奇再次躲开，在他的身后，海军中将巴斯率领一众属下包围过来，他们的目标只有弗兰奇。巴斯一声令下，全对准弗兰奇开枪射击。弗兰奇很是辛苦，前后都是敌人。德雷斯罗萨的王宫中，多弗朗明哥将利库王绑了起来，全程观看雷贝卡的比赛。明哥嘿嘿一笑，没想到前任的王族居然打起了烧果实的主意，看来你们也是走投无路了。多弗朗明哥为了戏耍罗和路飞而上演的一出假装退出七武海辞去王位的大戏，逼出了德雷斯罗萨所有对明哥有反抗意图的人，利库王一族、小人族以及其他蠢蠢欲动的反抗者。但让所有人失望的是，这居然只是一个恶作剧，好不容易看到的曙光瞬间破灭。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草帽团和罗的海贼同盟。不过多弗朗明哥根本没把这些小鬼头当一回事，罗现在已经奄奄一息，成为阶下囚，路飞被死死困在了竞技场内，无法脱身。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路飞是不可能活着走出竞技场的。现在草帽团唯一的动向就是在玩具之家门前大闹特闹的弗兰奇，而剩下的剑士索隆、狐火警卫门、尼可罗宾、狙击王乌索普这4个人，恐怕连地下工厂都到不了。明哥十分得意，自认为将草帽团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但是他却不知道的是，路飞的二哥萨博以及革命军已经悄悄插手，而地下工厂也早就被乌索普、罗宾和一众东塔塔小人族入侵了。路飞与警卫门索隆已经来到了王宫城下，正在奔向通往王宫的电梯。不知道明哥得知这些情况后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席卷德雷斯罗萨，不过这场暴风雨的发起者并不是明哥自己。王宫的设计十分有趣，在多弗朗明哥所在的王宫城高地下面就是玩具之家，而玩具之家的地下就是工厂和交易港，有一个电梯直通这3个地方，所以到达了王宫城就可以到达玩具之家和工厂。目前东塔塔小人族的同伴们已经到达了地下交易港，玩具之家如果被弗兰奇成功占领，路飞等人再侵入到整个王宫，整个德雷斯罗萨所有的核心地带就都被占领了。这场战斗相当于已经获胜了一半。
路飞三人来到王宫脚下的电梯入口，这个电梯可以直通到王宫的玄关，戒备森严，必须出示通行证才可以上去。路飞打算直接将守卫打飞后硬闯。蓝色妖精大骂路飞是白痴，一个路痴，一个白痴，这些海贼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吗？打到守卫会引起骚乱，援兵会源源不断的赶过来，多弗朗明哥也会立刻做出反应，所以潜入才是上策。关键是怎么潜入？这时，路飞三人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骑着木马的女子。女子拿下帽兜，问道：“你就是草帽路飞吧？”路飞大方的回答：“是的。”紫罗兰说道：“我来帮助你们进入王宫。潜入王宫很简单，最主要的就是把握好3个要素：低调，低调，还是低调。”紫罗兰看着路飞三人说道：“你们的装束太可疑了吧？”金文梅和索隆对紫罗兰颇为怀疑，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为什么要对他们伸出援手？紫罗兰直言道：“自己曾经是多弗朗明哥的部下。”蓝色妖精跳出来解释道：“紫罗兰一直伪装成明哥的部下，暗地里却是反对多弗朗明哥的。紫罗兰真实的身份就是利库王的女儿，这个国家的公主。”路飞听完失声尖叫：“那么雷贝卡是你的女儿？”紫罗兰解释道：“雷贝卡只是自己的外甥女儿。”紫罗兰摸到墙壁上的一个开关，用手触碰之后，出现了一个暗道。紫罗兰带着3人进到暗道里，从这里走可以不通过电梯，直达王宫玄关，是一条十分安全的捷径，连多弗朗明哥都不知道。藤壶安排属下逮捕草帽团，随后返回到了王宫中。他站在多弗朗明哥面前，沉声道：“老夫可不打算与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平民受到伤害。路飞为了打败明哥，一定会发起大规模的战斗。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藤壶才决定让手下逮捕草帽团，而不是为了帮助明哥出头。”藤壶用没有掩人的双眼看着明哥，说道：“你的事情我们事后一起算账。”算账？明哥愣了。作为海军，不就是应该与七武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吗？你跟我算什么账？七武海制度已经腐败到了骨髓。藤壶是通过世界征兵而直接被招到海军总部，破例升为大将，但他的心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正义，那就是一定要废除七武海制度，将这种腐朽的制度打破，将那些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七武海海贼彻底封杀。明哥一脚踢向藤壶，藤壶拔刀挡了下来。海军、四皇、七武海3大势力的平衡是无人可以撼动的。不破坏怎么知道呢？藤壶反问。不管这些受到世界政府恩惠的海贼愿意不愿意，今年的世界会议上，世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动。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